我打赌一定会说成哈华。哈华，从来没说成哈华。哈华是一个新的，是一个你不知道的藤校。哎，这就是 Tess。然后我们就 identity share。我是 Tess， 欢迎来到 Delegate Revolt TV。想要创业或者转型，这里给你折腾的能量。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因为我请来了一个嘉宾，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 Harvard 和清华的学霸。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聊天，聊一聊在美国藤校里学到了什么，在美国职场的经历，还有关于自我管理，还有一些创业的经历分享。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en， 这就是 Helen， 一个清华毕业、哈佛商学院 MBA 毕业的学霸。然后他在投行做，之后现在在做金融重组咨询。我们是在纽约认识的，是的。然后当时感觉就是很投缘，因为感觉各方面三观都很一致，而且我觉得更难得的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不但能够分享关于事业的憧憬啊、追求的愿望，同时更难得的是能够分享在看似光鲜的简历背后的焦虑，还有彼此在低潮的时候支持彼此。我们平时其实就是各种话题，每次见面都不停的聊，可以聊好久。其实今天就把我们的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加入我们吧。你也说过，其实在最后进到 Harvard 的人里面，你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比你优秀。那你觉得你最后被 Harvard 录取，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 leadership， 因为我的背景是清华工科毕业，加入马氏管理培训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很多机会跟10人、20人以上的团队一起合作，而且能够非常多的锻炼到自己的 leadership skill。这一点其实在很多商学院眼里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觉得你升到哥大，你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最大优势是我的差异化，因为我是在复旦本科学的是英语，然后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央视去做财经记者，采访世界500强的 CEO 啊，以及世界银行的中国首席代表。所以相比之下，其他的申请者和最后进到哥大的很多同学都是做咨询啊、投行，就是金融分析类背景的。所以我的差异化，我觉得是我能进到哥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你觉得你在哥大2年，哥大教会你最大什么？我觉得最受益的是2件事。第一是我学会了读财报，这个对于职场包括现在创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就像一个医生能够看懂人体解剖图一样。第二是哥大教会了我在美国的职场和商业社会里面如何用他们的方式去拓展人脉，去 reach out 别人。比如说商学院里我们做很多的 coffee chat， 其实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个不认识的人。非常非常同意，我觉得那2点都非常非常正确。同时呢，对于我来说，哈佛商学院还锻炼了我的 negotiation skill， 就是这个谈判技能，尤其是跟你的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肤色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的人，你如何能在这一群人里面同时能够找到共同语言 push 自己的自己未来的目标，这一点我觉得受益匪浅。因为你 MBA 之后加入了奢侈品行业，是相对来讲比较独特的一个行业，你是如何闯入这个行业的？奢侈品行业它是一个非传统的行业，所以很少有校园招聘，但是是我非常喜欢的行业，所以我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机遇巧合，是我在哥大进入了一个奢侈品行业的一个学生的论坛，然后经常有校友回来和我们交流他们在这个行业的经历。在当时坐在我前排的就是我未来在 Harry Winston 的第一个老板，对，他当时他右边的同学正好是我在一门选修课上的一个同学，所以是用商学院教我的非常美国的一个方式 networking 来找到的工作。那你呢？因为金融行业和金融重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你做了这段时间有什么感受？我觉得首先就是对于体力和脑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经常很纳闷，你是怎么能做到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喝咖啡喝茶。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行业也非常非常有趣有意思，而且你能跟非常多非常聪明的人在一起，他们能够始终让你觉得你一定要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要向前，而且让你在你的这个叫做
舒适区之外，因此在我行业，在我的这个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一点是我其实非常非常享受的。那我现在问一下，你看到我时的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非常美，大美女。植入广告，非植入，这是真的。但是很快认识你之后，我就意识到你是一个非常独立、执行性极强，而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会一门心思朝前干的女生。你对我有什么第一印象吗？说实话。其实我对你的印象，不管是第一印象到现在是非常一如既往，是不变的。就是第一，你非常有执行力，就是每次跟你聊天，我都会知道，比如说在过境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你有了一个新的 idea， 然后都已经执行到或者已经 test 到哪一步了。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像你这样非常的快速的有执行力的想到就去做，尤其在这么一份非常 demanding 的 full-time job 的情况下。第二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心智比同龄人成熟的人，因为我们当时聊到我们会有写日记啊，同时 review 之前的成长的这个 learning curve 的阶段，就是能够用比较理性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分离，把自己当一个分离的对象来研究来了解，这本身是一个心智非常成熟的一个人的一个表现。我问问你，你觉得你的最大的执行力的动力来源是什么？3样。第一是焦虑，就是知道自己的目标在那里，然后会不停地想我要过去，我怎么过去，我的过去的方式对不对，我能做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甘心，我不希望自己非常就是常规的平平淡淡的传统的路线过一生，还是希望让自己能够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对的。第三是觉得我会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并不是说我指的是宗教意义或者是很高大上的，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平心而论觉得自己幸运，身上有一些比如说得到的优势啊，或者是一些资源，会觉得如果不把充分这些资源和工具用上，会觉得没有就是辜负了我应该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始终觉得我赋予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工具，是要让我去做一件事情。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第三点，就是我也会有同时觉得自己如此幸运，不可以坐以待毙，不可以平庸的过下去，一定要充分用这个利用给自己身上带来这些资源和优势。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执行力，其实我是非常享受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 idea 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或者是实物的这个过程，就好像歌手要唱歌，画家要画画一样，我只要有一个想法，我就迫不及待的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实物化。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让我非常享受。那你觉得焦虑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就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正能量，迫使你不停地往前走。其实我是相信中国这个中庸的智慧的，在你身上体现的仿佛是一个正能量，但是在很多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摧毁他生命中的幸福感的一个来源。所以焦虑本身无分好坏，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对它的态度，你如何管理它。那你是怎么管理你的焦虑的？我看待焦虑，其实我之前也经常会最研究的就是焦虑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如何消灭它，我要克服它。其实尤其我创业这段时间以来，我的感受是不管它是好是坏，它永远就在那里，它就像一个室友，你永远赶它不走。我现在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和我的焦虑共存。对的。而且我发现尤其是现代社会吧，人很少有真的是饿死的，创业失败死的，更多是因为自己的焦虑而生病，被焦虑死的。就是焦虑本身已经成了你所担心的这个对象更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对待焦虑，有的时候我会在冥想的时候，会假设我在跟这个室友聊天，我跟他说一些对话，我会说你看你啊，每天盯着我啊，就怕我出什么事儿，就怕我
怎么就说 not going to make it。其实我的这个人生的命运，其实更多掌握是在一个 greater power 更大的力量，这不是你每天很焦虑的盯着我就能搞定的完成的。对，所以我会说，你看你有与其有那么多的精力和那么多才华，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你更应该做的更对你有意义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跟自己的焦虑在对话。也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也非常相信这一点。其实自己平时的焦虑来源，需要化解，需要去真实的面对，而不是去躲避。对。我们都在美国和中国工作过，你觉得从创业的动力和对职场的追求上来说，你觉得美国和中国这边最大的共同点和区别是什么？我记得我有一次看马云的采访，其实我是在纽约见过马云真人的，但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想起让我回想起那件采访。主持人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当时就想赚钱。那其实是一个特别直白的回答，而且其实很真实、很接地气。很接地气。在这一点上，中美其实所有的创业者都是受那个巨大的财富的吸引，以及想要改变当下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动力去创业的。这也没有任何错误，而且非常一致。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的差异，可能是说，你问美国的创业者，他会更在乎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行业是风口，因此我要跳进去，然后倾尽所有，并不是，它更来自于自发的一种自己的一个向往，而非是外界的一个推动。你觉得呢？对，我同意，因为我看美国和中国的采访，就会看到很明显的信息。在美国的采访，这个企业家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我的 passion， 我喜欢这件事情，我热爱这件事情，我擅长这件事情。我的 dream。对，中国的企业家的采访，他重复的关键词是风口、市场的大小、机会，就是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派别的这个 approach。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市场本身的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因为在中国市场现阶段的确是有很多机会，所以你快速行动，朝着风口去，我觉得你还是能抓住到一些东西，你的收获会有。可是在美国市场，因为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那还不如你好好的看一个机会，既是你擅长的、你喜欢的、你能够打持久战的，然后再去做，等于是一个其实是对两个不同市场环境的一个理性的选择，一个选择和一个反应。对，没错。你当时是怎么知道自己准备好创业了呢？其实我觉得创业的过程不是一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过程，那个 moment 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其实说实话，比如是说我已经有 idea 了，我有钱了，我有团队了，就等着去做了。很多时候是机缘巧合以及外部的一些力量促成的。比如说我是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开始明显的感觉到当时公司的平台已经不能满足我说我想要我自己的 idea， 我要去做这件事，我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我要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很平凡的强烈的动力和欲望。当时我就知道这时候我应该给自己换一个环境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有外部压力的，并不是说主动的去我要辞职，我要去怎么做，就好像是有人在背后推了你一把，你踉跄了几步，但是最后站住了，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完成的，就发生了。对。讲一下你现在做什么，同时你又是怎么知道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我现在做的是奢侈品咨询，就是帮助奢侈品牌和时尚行业的品牌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通过社交媒体电商这样的形式，而不是用传统的形式，比如说与巨大的资金去开一个店，有很大的前期的投资的成本。还有就是帮助奢侈品牌设计一个针对高端人士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因为首先我在 Harry Winston 纽约总部做了7年，所以我在这个行业里有客户拓展，我是负责全球拓展的，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人脉。第二，我选择去做创业，其实是因为我即使在离开了 Harry Winston 去了 Amazon 之后，还是有之前的同事，包括一些咨询公司，还有一些 PE、VC， 他们会找到我，让我给他们做这方面的咨询，等于是从他们的反馈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有一个商业价值的非常 niche 的一个技能，所以是跟着需求走，根据市场的反馈，你知道哪里有机遇。对。
你的栏目名字叫做折腾的能量，我们俩也都是比较喜欢折腾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一拍即合。那其实你是怎么去平衡你折腾的能量带来你这么快的这个生活速度，和也许你的家人朋友不是那样同样的速度，你是怎么样平衡这两个不一样的生活节奏的呢？对，我觉得我们两个一拍即合，是因为都觉得都是很爱折腾的人。然后生活中的朋友也会经常有这样的 feedback， 就是你怎么这么爱折腾？怎么这么爱折腾？怎么这么多主意？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体能充沛的人，或者是体力过人。其实跟我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要睡，很喜欢睡觉，不停地要吃东西，保持体力。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意识的去管理自己的能量，因为知道这是很有限的。甚至不是我的优势，所以更加有意识的去管理。比如说我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放电的，哪些事情是充电的。对，比如说周末去看一场电影，可以彻底的把我的大脑像磁盘清空一样的，对，让我彻底放松。我会刻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包括把家里的环境弄得非常的 relaxing。对我来说，我想把家里变成一个充电池，一个度假村。对，其实是从无意识的这么做到有意识的知道，其实我是在想给自己充电。对，非常非常同意。尤其是像我的工作性质是非常的耗费精力体力的，而且实际上更不是周一到周五，而是经常的就是过渡到周六周日。那随着我的这个时间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越加学会一定要保留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时间，比如说是我自己的 me time， 或者是我跟我老公一定要有 date night， 这都是我划分界限清楚，一定不能侵犯的。而且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喝咖啡，或者你喜欢品红酒，你一定要划分出来自己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真正的放松。就像你说的，会放松才会工作。对，是这样。尤其是在开始创业之后，我觉得周末对我来说并不是随便过2天，就是说需要完全充电，这是我周末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充电啦，我们要去西雅图享受湖光山色，然后做一顿浪漫的午餐或者是灰色料理，we'll see。那就这样啦，谢谢大家，再见啦，拜拜。